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历史哥李一修。大家好，我也是来自宝岛海南的，陪你一起看世界的王骁。欢迎来到视频播客岛岛连线。哎呀，这个我们呢真的很认真要更新啊哈，但是大家看到呢，我难得穿 T 恤入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呢人在厦门出差哦，因为我最近实在太忙了，我也没有特别跟肖哥报告说我要出来厦门，然后他是看到我的直播啊，然后看到我的这个公告，他知道你跑到厦门了，还能录吗？我说录吧，反正我们找时间嘛。那所以呢，白天一整天啊，从早到晚啊，这个工作时数超过12个小时起跳了啊。但是就在呢，这个已经是我说实在，你支持我们真的是不枉费。你看这个时间。啊，是不是都快要午夜了？对，但是这个肖哥一个人在公司加班啊。好，那我呢就是在饭店呢挖一个井啊，跟大家呢来好好的来连线来聊一下啊。但是这一次有个好处啊，因为终于不用跨两岸了，这个网路就顺一点啊。啊，这个其实是这好得多啊。事情是这样子的哦，就是我们岛岛连线呢，我想啊聊了这么多期啊，那我发现岛岛连线其实有一个岛岛经典式的结尾啊，也就是在把所有全世界地缘政治它其实最后可以化用到中美之间的关系，还有两岸之间的关系，就是大两岸、小两岸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最近我们把一些世界的脉动啊，又把它给串联了起来哦。那这一次是肖哥做了一个发想啊，因为他看到日本最近出了很大的一个新的一个状况嘛，石破茂倒台了，那高市早苗呢要上台，但能上吗？不能上吗？现在就不知道，因为执政联盟啊，公民党跟自民党竟然散了。当然，这个散到底是永久散还是渐渐散？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日本的这个派系向来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从高市早苗这个非常右，可以说是日本里面最右的国会议员呢，他现在上来，他接了自民党总裁，那准备要来接日本的首相。那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他跟石破茂有什么不一样呢？与此同时呢，另外一场选举啊，在台湾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啊。这场选举很有意思，它不是一个普世的选举，它是国民党内的党主席选举。这个党主席选举啊，目前杀得血流成河啊，小弟都被卷入了，哎呀，真的是倒霉透顶啊！这个人都要去厦门了，还被记者追着跑啊，追着问啊，然后到了厦门了，马上有传讯息跟我说，哥，怎么满天都你的新闻啊？你不是出去了吗？哎呀，我的天啊，实在啊，让我头也是很痛啊！所以呢，这个躲其他人还可以啦，但躲不过王骁的追问啊，所以我还是得接受他的拷问这样子啊。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做时政讲评的有一个特色，就是你本身也是这个时政的故事的其中一个这个 role，you know，play a role， 你也是一个这个玩家吧。好吧，所以今天呢，从这些的角度去看，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串联一个事情，就是中美之间呢元首峰会取消了，所以这3件事有什么脉络之间的关系，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哈。所以这是我们岛岛呢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串联的方法，把你看似不相关的事情呢给串联在一起。所以啊，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我想现在最近呢播放量相当的稳定啊哈。最厉害的事情是我这次到厦门呢，有一个在厦门读集美大学的女学生呢，她的男朋友是大陆人，在武汉读书，她竟然是我跟王骁的粉丝。哎呀，这个是看 B 站来的，我猜她是看岛岛来的。我想很感谢啊，竟然这个在厦门还可以遇到这么多粉丝哦，还特别帮她签了个名啊。如果你看到这个的话，跟你打招呼啊，好，你的女朋友呆呆呢，很谢谢她好带领我们呢这个逛逛厦门啊。好，那回过头来，我们当然是要讲这个正题了哈。现在日本的状况非常的复杂哈，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王骁啊，现在日本到底是什么状况啊？怎么高市早苗不是要接首相了吗？如接还是不能接，还是真能接？为什么搞到执政联盟瓦解了？到背后是什么样的状态？还有从石破茂到高市早苗，又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意义？对，现在呢是高市早苗在当选之后呢，大家认为，他可能够接上这个石破茂卸任的这个内阁总理大臣。然后呢，最近不是因为这个石破茂感觉自己时日无多，就赶紧发了一个叫做这个战后80年，他也是跑出来反思了一下。但是呢，我们也是说啊，就是日本首相或者说日本的这个高级官员去反思战争这件事情本身，
它并不新鲜。更要看的是呢，就比如说这一次石破茂他这个战后谈话，其实还是在反思，就是当年既然大家都知道会战败，怎么没有挡住这个疯狂的军国主义？所以说呢，还是像大陆很多的朋友所说的，这个日本人啊，每次他们并不是说反战啊，他们只是反战败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好，到高市早苗的这个问题呢，尤其是在这个大陆的很多这个互联网平台上面，一聊到高市早苗的时候，就说几个情况。第一个呢，叫做这个面由心生，就是说这个一旦呢一个人走上了一个极右的道路啊，这个面相啊都会越来越抽象，对吧？当年说这个高市早苗，他这个面相还是比较和善、比较阳光的，然后现在说好像有点像《进击的巨人》里面的那个车力巨人呢、当然，我就是说，我们还是退回来说啊，我们不要这个攻击别人的长相，我还是从这个选举本身来去说，我们采用一种倒叙的方式。我们先说一下为什么现在大家在聊说高市早苗可能不一定能够当得上这个内阁总理大臣，因为之前很多人已经开始要说她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女性的内阁总理大臣，甚至比如说国民党在党主席辩论中，郑丽文女士她不是也说嘛，希望未来可以去拜会一下，对吧？女的党主席拜会一下女的党的总裁啊。但是呢，后来这个东西呢也是被延伸开来了，因为在华人世界，你这个自民党他选出来一个女性的这个总裁，并不代表一个女性权利或者说女性权益、女性地位的一个崛起，它还是要去考虑到一个历史和一个立场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很多的大陆的网友对于郑丽文当时的这个话也是掀起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批判和攻击。那好，高市早苗他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他的整一个的竞选策略其实是非常仿照特朗普的。他的这个口号嘛是把日本给带回来嘛 ，Japan is back。结果是他这个简写就变成了这个 JIBA 嘛，就是这个不太好听的话。这个是大陆网民对他的政治口号的二创。大家知道日本有加入一个组织叫 G7 嘛，对吧？那加了俄罗斯就是这个，对，声音上面好像比较相似。这些都是题外话，这些都是搞笑的。就是说高市早苗这个人，他在竞选的时候，他玩的也是民粹那一套，就是所谓的什么日本回来，然后呢反对这些移民等等等等，他走的是比较极右的那一块。而另外一点就是啊，他的这个背后推动他获得这一次党内选举胜利的是麻生这一派。麻生这一派呢，又是日本整个政坛里面或者说自民党里面的相对来说比较右翼保守的这一派。所以说呢，在高市早苗当选了之后，公民党宣布退出和自民党的这个政党联盟。那么我们这边要先跟大家去介绍或者报告一下，为什么说公民党退出了以后，高市早苗可能当不上这个内阁总理大臣。日本它是这样的一个制度，它是一个叫做议会内阁制。议会内阁制是什么意思？其实日本的选举是不会去选谁来做内阁总理大臣的，它不像美国选举，美国的选举是老百姓或者说这个选民直接投票选举谁来做总统。日本是不会的，日本只会去选谁来做国会议员。每一个国会议员有自己的选区，然后那个选区的选民呢，就是来选谁来代表我这个选区来当国会议员，然后进入国会。之后呢，在国会里面，这些议员会投票选举谁来当内阁总理大臣。其实呢，这个制度跟德国和英国都是非常相似的，都是这个制度。也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说最大党的领袖就一定是内阁总理大臣，但是我们用这个脚后跟想一想都知道，自己党的人投自己党的领袖，所以呢，这肯定就是如果你是最大党，那么呢你肯定投你的领袖。那好，那选举的方法嘛，无非就是50%+1%，只要你的席位占到了1/+1，你就自动当选，你就自然而然你这个最大党的领袖会成为内阁总理大臣。但是如果说你做不到怎么办？你如果在议会里面你没有拿到过半的席位怎么办 ？OK， 那你就拉别人一起，那你就拉别人给你投票，拉别人给你投票呢，那你是不是相应你要付出一些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执政联盟。这个执政联盟一旦组成了之后，那么好，你会把内阁中的一些官职、一些大臣呐、或者说部长的席位交给那个和你一起做执政联盟的那个党。所以呢，公民党就是用这种方式和自民党进行一个合作。大家其实对自民党已经非常熟悉了，它55年体制嘛，1955年它是叫做自由党和民主党两个右翼政党联合起来的一个右翼大帐篷。那公民党是什么？公民党呢，它最开始的起源是一个宗教政治团体，然后呢，它宣布自己呢开始和自民党合作。其实呢，这已经有个几十年的历史了。它跟它的选民介绍的意思是说，我们呀要加入到
到这场政治运动中，我们才可以把我们自己所希望的一个相对来说中道保守的一种政治理想，通过自民党的执政来实现。我们要帮助自民党不要走得太右，因为我们要知道日本是一个右翼国家，日本没有成建制的叫做你说自由派也好，或者是左翼也好。像美国呢，它有这个自由派的政党，像比如说民主党，像这个法国它是有这个社会党，然后呢在英国它是有工党，但是在日本自民党是长期执政的，是一党独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公民党就说，那我们肯定不要去幻想什么我们可以击败自民党，毕竟自民党后面又有财阀，又有政治门阀，又有大企业，然后又有美国人的支持，又有 CIA 的支持，所以说我们不可能选赢他们的。那怎么办？我们加入他们。然后呢，因为我们是执政联盟，他必须要让一些席位给我们，那我们就相当于是一起执政了。在执政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思想渗透进去，然后呢让他们不要走得太右。但是呢，现在高市早苗一下出来，高市早苗出来了，你国民党没有办法去向自己的选民交代，所以你不是说你要帮助他不要那么右吗？他怎么越来越右了呀？所以国民党说，那我没有办法，那我就只好离开了，就这个样子。那好，其实呢，在之前像这个安倍时期，自民党的这个统治地位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但是石破茂在上台之后，因为石破茂当大概就是1年左右，石破茂他是一个弱势的总理大臣，他在选上自民党总裁之后，他认为啊，哎呦，那我在党内又没有派阀的支持，我自己又不是一个派系的领袖。石破茂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我们一直听到日本的政治的时候，我们总会说门阀政治。什么叫门阀政治？就是爷爷当完爸爸当，爸爸当完儿子当，然后呢，当一堆2代3代来到了东京之后，然后呢，他们又结成那种朋友圈，用那种朋友圈呢，就是一个最有实力的那种人，然后呢拉一堆小弟，这些小弟呢就大家一起选。因为自民党的总裁的选举是这个样子的，你如果是议员，你自己的一票就是一票，但是呢，所有的自民党的所谓的你说精神党员、注册党员，那些所有的没有官职的党员，他是按照人口比例，然后呢被统计出一个票，这个票呢大概跟议员票是差不多的，所以说你就知道议员票是超级选票。如果说你是一个派系的领袖，你就相当于你自己手中就掌握了几十张票，甚至有可能你很强，上百张票。那么在安倍晋三时代，它形成了一个体制叫做安倍体制，因为安倍晋三是日本有史以来在位最长时间的首相。当大家来到东京，很多新的议员或者3代2代，比如说像小泉进次郎那种，他其实除了有这个门阀，大家也能看出来，从平时的新闻，就是他没有什么这种政治智慧、政治智商，或者说这做事情的能力，他必须需要人捧人，人拱人。所以呢，他们来到了必须要拜码头嘛。那你谁当议员当得久，或者谁的手里面掌握的这个资源多、票多，然后钱多，那大家要拜他当大哥。然后呢，大家就来了啊，安倍当得长，他手里面掌握的钱多，掌握的票多，掌握的美国人的支持多，所以就是这个样子，那就形成了一个安倍体制。然后呢，安倍体制是什么样的一个体制呢？就是说安倍晋三他在上任的时候，那个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在之前，日本经历了一个时间点，叫做6年6相。6年6相是谁开始？也很有意思，也是安倍开始。安倍第一次当首相，安倍1.0，对，安倍1.0的时候，那时候安倍啊，头发还没有梳成大人模样，他是这个掉下来的，他没有把头发梳起来。那个时候呢，他说啊，哎呦，他想要搞一个东亚体制，把中日韩给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要冲破美国人的防守，日本可以说不。所以呢，他是破天荒的当上了首相，第一站没有去华盛顿拜码头，跑到了北京来。哇，这个当时是大家是觉得哟，这个年轻人是有点魄力的哟。结果他还是忽视了日本是美国的一条忠犬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身份。所以说他这个年轻人有魄力，但是呢摔得也早，一回来就摔了。之后就是6年6相，自民党丢掉了长期执政的席位，变成了民主党上台，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安倍啊就痛定思痛，等到6年6相这个事儿之后啊，安倍再次回来，你看一下子又起来了，参拜靖国神社，挑拨什么钓鱼岛，挑拨台湾议题，然后呢推动什么所谓的加强美日同盟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都来了。所以说他其实也知道自己当时摔在哪里，他回来之后用一种更加保守的形象出来了。但他其实这个保守是用来专注于在日本的这个国内问题上的等等的这种改革和这个钱的。所以说之后我们会看到日本的这个国债越来越多，越积越多，他是希望通过不断的发钱来改变日本这种公共投资太冷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虽然安倍的经济改革不是非常成功，但是由于安倍长期执政，让他周围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利益集团。如果说你反对安倍的体制，大量的钱、大量的人、大量的权力、大量的席位都会
会掉下去。那石破茂上来之后，一下子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安倍派系里面的一波人是因为这个贪腐的问题啊，一下掉下去了。但是呢，对于安倍派来说，我不可能说这是安倍派的问题啊，因为自民党不能说我们拉着你自己去石沉大海啊。那对于石破茂来说，他也想要推动改革，那我怎么办？我既然没有财阀，我没有财阀的支持，我没有派系的支持，石破茂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哀的人吧。所以石破茂他是很少见的，他是靠普通党员票占多数来最后成功当选自民党总裁的这样一个人。他上台了以后，他就希望之前既然安倍派一堆人因为贪腐的问题掉下去了，那我是不是可以重新举行大选？然后如果说这样子自民党的席位扩大了，或者说保住了执政地位，那我石破茂就稳了。所以他搞了一次大选，结果非常糟糕，自民党没有过半数，甚至拉上了公民党都没有过半数。这是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后第一次以少数派的形象执政，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一届国会还是这个样子。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他是议会内阁制。那好，石破茂他不做自民党的总裁了，所以说呢，他就必须要因此去辞去他的内阁总理大臣，但是他还在这一届议会的这个任期里面，所以说呢，自民党只需要选出来一个新的总裁，那个新的总裁就可以根据那套规则，然后变成了内阁总理大臣。但是现在公民党说，那我可能要撤了，我不跟你玩这个联盟了。所以高市早苗，你如何去找到新的愿意跟你配合你执政的人？最容易找到的盟友现在跑了，那些被你拉过来的新的盟友，可能你需要让渡更多的权利。所以高市早苗呢，他看起来好像在选举的时候比较强硬，但是其实非常非常弱势。在党内有麻生派这样的超级大佬，一定会控制他的，一定会遥控他的。在党外，他需要找到的那些政治联盟，一定会跟他索取更大的政治利益。这个就是高市早苗现在遇到的问题。也就是说，日本现在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第一岛链，由于中美之间的博弈，现在形成了一种美国在西太平洋这一块在不断的让渡自己的实力，由于绝对实力的衰落，导致他在不断的影响力渐渐下降。然后呢，这些所谓的传统盟友，他就表现出了一种非常非常你像无头苍蝇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就看到了高市早苗一方面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极右，结果当他获得权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权力第一不稳定，第二他其实完全不像他自己竞选的时候那么民粹。他一当上这个总裁之后，他说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可能不太能去参拜这个靖国神社，考虑考虑。对，我们不要伤害这个中日关系和这个日韩关系。你以为他是个巨人，结果他居然是一个城里人。这个就是日本现在的一个问题。我是想问一下历史哥，你在看到他这种竞选前跟当选后这种180度的转变，你当时有什么样的想法？高市他非常非常的右，他右到什么程度呢？他是直接否认日本侵华罪行的，包含南京大屠杀。另外呢，他是一个女性政客，但是他长期的认为夫妻必须要同姓，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日本呢，这个女性的改革很有意思，是安倍在推的。安倍认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太低了，对日本的劳动力不友善，尤其日本人这个劳动力老化嘛。那所以呢，安倍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安倍的太太不是那种默默不作声的一个所谓的夫人，她其实参与非常非常多，包含安倍的贪腐，都在里面都有角色。所以她其实扮演的有点类似宋美龄那种角色，大家要了解到。可是这里面呢，这个安倍这么强力的去推动日本女性，包含在政坛，包含在社会上的一些地位的改变，这你想不到吧？这安倍其实他是个假右嘛，但是他真正其实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但是他对女性的关怀不一样，因为安倍昭惠是没有办法生育的，这个在日本的传统女性里面，她其实是角色被打压的。但是他所挺的这个高市早苗，虽然在他心胸开阔之后，这个高市早苗呢继续的坚持安倍路线，但是这一点反而跟安倍唱反调，他对女性他是打压的。但是高市早苗出现一个状况，是她跟她的丈夫离婚了，所以呢，在日本为数不多的女性政客，有人统计大概就15%而已非常的稀缺这个在 G7 国家里面呢，如果照美国的那一套自由民主化，或者欧洲那一套要强力谴责这性平有问题，要送性平会的，大家知道吗？问题来了，他突然之间恢复了娘家姓，他的自己的原姓。但更有意思的是呢，他先生在2021年的时候又跟他再复婚了，那这怎么办呢？高市要再改回去了，但是他已经以高市，而且呢得到了一些女性的支持，就是女性主义支持，所以呢，他先生变成呢改名跟他姓改姓
所以呢夫妻就同姓了。所以高氏这个姓变他先生的姓，这个啊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如果用这个女性主义逻辑来讲，就是说啊，这高氏早苗现在在这段夫妻关系中占据了父权地位。没错，他占据了优势，大家知道吗？在日本里面，这个一家就是一姓，什么什么家，比如说你是小田家，你全家都姓小田嘛，包括太太全部都要姓小田。好，这有意思。高氏呢，因为他不愿放弃他作为一个女性代表政客的一个影响力嘛，因为你想啊，他长期是被右翼扶植的，可是当他增加了这个女性色彩的时候，他增加了一些铁粉，而且呢，他的偶像是柴契尔夫人，大陆叫撒切尔夫人嘛，那你就想柴契尔夫人肯定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啊，所以呢，这里面铁娘子是他的一个效法，所以这个人我一直认为他是假右，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个真右。但是在日本父系这么强势的一个群体里面，尤其他的主要支持者是安倍晋三这样的右翼的时候，他必须得就像安倍效法，从一个实用主义者变成一个假右，而且他假的更右。这就像台湾的外省人，如果一旦投了绿啊，他就非常的偏激，他是非常的台独，比如什么郑南榕啊、段宜康啊、王定宇啊，都非常非常的极端呢。所以这里面大家了解这里面一些概念啊，台湾有一个外省人台独会叫外独会嘛，里面都非常非常的绿啊，非常非常毒。像我们家这个康熙就来到台湾的这种闽南人，我们根本就不用证明我们的血统嘛，在台湾这个我们有天然的政治优势啊。所以讲到这里，当时高市一上去的时候，我就大胆做了一个预言哦，就是他不会是这个继续右下去，即便他为了当下这个首相，他跟麻生派做了巨大的妥协，所以麻生太郎呢继续的当副首相哦。这里也讲一个记录，就是这个麻生太郎呢是日本有史以来在任最久的副首相，那等于是一个影武者，但是这里面依然体现了高市早苗的动摇。不管他最终有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啊，不，靖国神社，但只要他动摇了，其实就是一种新的一个状态。所以讲到这里啊，就回答到刚才肖哥的问题，实质上我不认为他是真右。好，那他不是真右，但他又因为一个很右的角度，然后最终上了。再来回头过来，我们要看他的对手，他的对手呢是小泉纯一郎的儿子嘛，小泉进次郎。当然他最终没有选上，我觉得有点历史的偶然性，因为这个天兵嘛，这个正恩代这实在是脑残到不行了，天天跑到国会，在选前呢，因为他觉得他爸爸帮他顾票顾得非常的好，因为大家也知道小泉纯一郎是除了安倍之外，日本这21世纪以来执政时间第2长的一个首相。好，所以他的威望也相当高，而且他在任时期日本确实表现得比较强势，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印象，包括邮政改革等等的。当然这后续被证明这些改革其实都有一些问题了，但不管怎么样，他发明了很多战术嘛，什么女刺客战术啊等等等等，所以都让当时的日本自民党达到了一个高峰嘛。所以他在日本的这些当过首相的大佬里面，他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但他有一个有趣的点是，他们家打的是改革派这一个就跟其他大佬非常非常不一样。那我们再往前推呢，你就会发现这次的首相选举很有意思，两个人的标签非常特别，一个是有可能是第一个女首相，甚至呢可以这么讲，日本自民党有史以来第一个女总裁嘛，他们总裁就是党主席就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另外一个是日本有史以来可能最年轻的首相，或者是自民党最年轻的总裁。这两个，这个其实就有它的一个内涵的意义了，也就是自民党的老幼日男已经没有办法长期的在台前继续的扮演一些角色。其实石破茂就已经有点打破这个味道了，但是这更明显。第二个，我刚刚说他是假右嘛，然后另外一个是打的改革派的，也就是日本呢，在这一波里面，石破茂的倒台，它某种意义上代表是一个相对不右、相对中间的路线，甚至一定程度上，石破茂过去是比较有华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右翼是相对反华的。那这个摆荡，我们常讲政治是一种钟摆嘛，这种钟摆呢，尤其在德摩克拉西，就是我们讲的西式民主里面，它的这个钟摆是很常见的。它又摆过去，但这个摆过去是个虚摆，这个才是这个里面有点味道。但是这个虚摆，我们不要把它想的太多日本的政坛的先进意义，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高市早苗是以很右、很拥护父权而上来的。虽然因为近年我们刚才讲到了她的老公变成高市拓了嘛，这里讲一个日本的右翼媒体依然在讲她老公的时候都用她的原姓，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他们右翼媒体还是死鸭子嘴硬啊。回到一个这个重点一个改革派的年轻人，一个女性的领导人，这个里面就是造成现在日本一个特色是为什么？如果从一个更宏观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来看，也就是原本支撑着日本在第一岛链长期稳固的政治态势，它其实受到相当大的外部环境、地缘政治变动，尤其是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一个冲击性。这一点是我们要看到的，因为不管小泉赢或者是高市赢，它都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意味。尽管是身份政治上的一些改变，但依然在很多日本人心里是不舒服的，这是绝对的。那再来的呢，我再讲一个更深入的是，小泉的败北这个
更凸显的一个历史有其必然性，有其偶然性。逻辑上来说，小泉本来是10拿9稳，因为他在议员票很稳固。但是小泉这个郑恩代啊，傻里傻乎的，每天跑到国会议员的宿舍里面开 party， 天天喝酒庆贺他要当首相了。这个叫什么呢？大家知道，少年得志大不幸啊。这事情被谁捅出来呢？被在野党给捅出来。因为在野党有些国会议员，他不见得他都回他家嘛，他有时候住宿舍，他说太吵了，怎么天天在那边开 party， 而且都在欢庆，这是被捅出来。右派有一个特色就是传统保守秩序，他们有些人其实就有点离心离德了。本来支持你这个愣头青啊，是看你爸的面子啊，结果你还这样子干，而且呢，团结在你身旁的，其实很多都是跟他年龄比较接近的一些，甚至部分是无派阀的一些国会议员嘛。好，所以这里面就形成了一些票数的松动，最终高市其实就是在石破茂的倒台，然后呢，麻生的倒戈，强力去支持到这个高市早苗，还有呢，原安倍派，因为他一分为3嘛，但是他们重新的属于一个半团结的状况，还有就是小泉这个进市长太白目。那小泉进市长这个太白目呢，里面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偶然性，因为原本他10拿9稳，所以你看哦，这个钟摆本来没有摆这么过去啊，但是因为这样搞得他摆得非常过去，他很右嘛。你如果说小泉他进步派，其实他事实上只是小摆回来而已，他是一个右派的，但是主打改革，而跟高市早苗是右派主导保守，这个不一样哦啊。那所以这里面就有这样意义。可是，在背后冲击力量还是要回到这个国际地缘政治对日本的结构已经出现了一个不可逆的杀伤力。因为不管是小泉或者是高市，他们都强调一个，虽然刚才我们讲 JIBA 说起来怪怪的，但他们确实都是 Japan First， 就是说我们日本要优先的拥护者。这个在过去日本政坛主打日美友好这个东西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它看得说日本政坛有多少进步性，但是在这个巨大的历史齿轮的格局之下，它会展现到方方面面，再加上小泉的一个历史偶然性、突发性的一种搞笑，当然对他人生我觉得是必然性，因为这个家伙就是半场开香槟嘛，这是个郑恩代嘛，愣头青，所以你看很有意思。从个首相格局看，它是个历史的偶然性，就是小泉败了，然后高市这么右，提前的把钟摆拉得更远。可是从小泉自己的政治生涯来看，那一点都不意外，这个人本来就很有问题，他讲话你听过你就懂。然后呢，我们往前再推哦，可是他败得很有限，所以高市也必须跟小泉妥协，所以很多人就预测小泉可能会拿到一些重要职位，他很难去打压他，因为石破茂的倒台就是因为石破茂不想用这些黑金议员嘛，包含最恶心的麻生嘛，最不要脸就是他前一个首相，当时他们为了要应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全部派阀都解散，就只有这个麻生死不解散嘛，就非常丢脸。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咯。中美的一个实力此消彼长之下，你可以看到它具体落实到了日本的国内政治的时候，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动荡，而这样的动荡的性质啊，同样的模式它很难比拟，可是它有一个暗线就出现在台湾这一次的党主席选举里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在整个台湾的政治光谱里面，它相对是保守偏右一点，但是现在很难讲，因为现在民进党右的不得了，但是民进党的右是台湾民族主义嘛，台独主义嘛，国民党的右是传统是大中华主义嘛，所以我其实台湾的政治光谱很难搞啊，因为华人没有左右哈，华人是实用主义啊，这个大家要知道一下啊，尤其台湾这种西式民主政治啊，这个有机会我们再多讲深一点。好，但是回过头来，这次国民党党主席呢，他的一个状况是，他的主要候选人有4个，但全部有6个，4个呢主要是郑丽文，前立法委员，也是现在党外在野大联盟的发起人，过去是国民党的2届的不分区的立法委员，他在连战时期呢，从民进党转到无党籍，再到了一起跟连爷爷去大陆这样。第2个呢是上次就选举然后票数第2高的张亚中，他是孙文学校的总校长，那是台大的教授退休的，他的个性比较鲜明一点哦，他在大陆呢有相当的人气。第3个呢是这次被认为是有一定程度接棒朱立伦的这个所谓国民党建制派的前台北市长郝龙斌，郝龙斌可能还没那么有名，但他背后的支持者明面上的兄弟叫赵少康，我知道很多人要叫他别的姓，但因为呢这个出于某些原因呢，这个等一下我给王校来讲啊。第4个啊是这个台北市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啊，叫做罗志强，在大罢免当中呢，他算是把整个立法院的这一些立法委员呢做了很强的串联，因为他本身有很强的一个募款能力，他写书卖书卖得非常好，所以他赞助了这一些国民党的这些罢免活动上千万台币啊。因为我们的罢免法有漏洞啊，所以立法委员是不能直接募款的，这是非常扯的。但是他用卖书去突破了这个限制，所以他在当时大罢免快结束或者刚胜利的时候，我们在参加一些参叙的场合的时候，大家都笑称他叫地下党主席啊，因为他募了很多款啊，他帮助了大家蛮多，包括我这个亲自主持的反罢免的活动，总共25场嘛，然后还有3场的这个公投
活动里面，他都在里面或多或少包含出席啊，包含这个出资啊，他都有扮演一些角色。那这些人我都非常熟，所以我说今天就吃瓜吃到自己身上啊，这个被王骁逼上梁山，我也没办法，好不好？全网也只有王骁能逼我了。好了，那我讲到这里，接下来我要把球踢回去给王骁哈。这个因为你得观察一下，从你的角度观察，你看这场国民党主席选举是什么一个样态，然后接下来呢，好吧，就让你问吧，好吧？我们先跟历史哥的这个观众，我们可以先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大陆这边很多朋友在看这个所谓这个国民党党主席的一个选举，然后呢很多乐子，我们还是由近往远了说。首先呢是最近这几天嘛，不是这个赵少康老师开始掀起了一场让人摸不着头脑，然后呢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一场舆论大战。他这个大战呢，你之前说你被卷入其中，那我不得不说，所有大陆人都被卷入其中，莫名其妙。突然天降一口大锅砸在了整个中国大陆上，阿共仔阴谋，没有想到这个大罢免的时候没有说什么阿共仔的阴谋，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突然变成了阿共仔的阴谋。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我都已经觉得简直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哈。但是呢，我必须要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大陆人到底怎么看这个东西。首先张亚中先生他在这个大陆的网上确实呢人气相对来说比较高，为什么呢？因为大陆是这个样子大陆很多人对国民党的这个政治呢，就大概分几种。第一种就是你如果认同要统一，然后呢，你如果认同说这个中华民族，那么他确实一部分大陆人他就是会对你有一个情感上或者情绪上来比较支持你，比较认同你，这个是一个。然后呢，另外一个也要知道，就是呢，另外一部分大陆人他已经很反感国民党说什么要促进两岸之间的对话和平，他已经很反感了。就是国民党一到两岸问题上面一说，我们要对话，我们要怎么样，尤其是比如说像这个郝龙斌先生，他在阐述他的这个两岸的政策或者他两岸的想法的时候，他说叫做要中美等距外交或等距关系。你这一听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情况。我跟你说，就玩这个东西马英九先生已经是最后一个能够玩这个东西的。马英九之后尤其是大陆这个普通老百姓已经不吃这一套了。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就约等于说又来一个要独台的。所以说呢，赵老师千万不要认为说什么这个大陆人民通过什么网络攻势去这个黑某某某，然后挺某某某。因为呢，我们用一种都是非常非常朴素的心态在看这个东西。你如果真的问大家支持谁，不一定都支持张亚中先生的。而张亚中先生身上呢也有很多我们觉得比较搞笑的那种老蓝男的那种问题存在。首先这个所谓的孙文学校听起来好像很冠冕堂皇，有些人说什么这个孙文学校相当于是国民党的中央党校，怎么可能呢？中央党校，你如果填中央党校4个字，在大陆那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且级别是很高的事情。孙文学校不是中央党校，孙文学校是一个网课学校。我如果说的没错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是洪秀柱女士弄的。然后呢，后来呢没弄下去，张亚中呢应该是通过自己来筹款把这个学校给接过来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补充一下，孙文学校现在实质上是没有运作的状态它比较像是个联谊会的状态它已经停运很久了。但因为我跟老师很熟，所以呢有些话我就讲到这里，大家可以上网动动手自己查查。好的。所以说他现在连网课学校都不是了，是吧？但是呢，这个你不得不说，我发现这个老蓝男对于呢让别人管自己叫校长这件事情，好像还是有一种天生的执着和执念。我这个话就说到这里优势在我。用大陆互联网上面的一个梗就是工作的时候称职务，这个是对这个张亚中老师的。但是呢，我又回到这个赵少康老师这边我一定要跟赵老师说一件事情，不是所有大陆人都支持张亚中。为什么？你一旦走张亚中那条他所设想的那个路，又回到国民党跑去又要跟大陆谈这个条件谈那个条件。现在大陆年轻人对于台湾或者说对于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想跟你谈，你跟我谈什么都是你来坑我，又是让我给钱，又是让我掏钱给你，又是让我让利给你。我本来是想说我们是想要当两岸都是同胞，都是中国人，结果不是的，你就是想要坑我的钱，这是很多大陆人的想法。所以不一定大家真的是支持张亚中那套。我跟你说，有一些人支持谁虽然说我们是大陆的国民党我们没有办法参与这个台湾岛上面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投票，但是我旗帜鲜明的支持郝龙斌，而且我原因可以告诉赵老师，就是加速。如果郝龙斌上台能加速，那我绝对支持郝龙斌。我们
们不藏着掖着，我们是属于这个阳谋，就公开讲。那我一定要讲一下，我支持王骁。国民党党主席唯一支持，少年有魄力，智慧100分，学历、经历拢上赞。王骁宣布登记第7号啊，因为前6号哦，拢给人登记了啊，所以要登记第7号。就是说，国民党呢，这个党主席宣布了唯一支持王骁哈，学历、经历1级棒，但是要登记第7号，因为1到6号都被他们登记完了。只是没有跟上这个末班车。我不得不说啊，国民党党主席这个职务啊，他从蒋校长政变开始，这个党主席呢，这个位置啊就已经臭掉了。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大陆人啊，或者说对于历史有一定的情怀的人啊，我们对于国民党党主席这个东西啊，更多是看个乐子。尤其是现在啊，从这个大罢免之后，一下子迅速的滑入到了这种党内纷争。你发现没有？2个月前，他们党内好像是同仇敌忾，铁板一块，十分团结，精诚团结，哇，刚刚搞定。现在党内乱成一团，就是一点点都不让我们意外。哇，还是我熟悉的那个国民党啊！我从课本看到电视，从电视看到网络，然后从网络看到现在，你还是那个我熟悉的国民党啊，还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那个国民党啊，一点都不让我失望。另外，我再说一下，就是罗志强，他看起来好像那个声势在这个滑落嘛。现在呢，其实声势上面来讲，我们就说我们回到单纯的一个政治的讨论，我们就不去讨论刚才我说的那些搞笑的啊、俏皮话。我们回到一个，既然我们聊德莫克拉西，然后呢，我之前的节目里面呢，我也跟历史哥我说过，我对德莫克拉西的看法就是德莫克拉西会把每一个潜在的政治家逼成政客，然后呢，把政客全部都训练成失去一种朴素的政治人性的精算动物。这个是我对德莫克拉西一个演变的一个情况。既然变成了精算动物，我们就先说张亚中。我现在通过看对岸的这个新闻，或者说对岸的各种数据，我让张亚中他更多的是他的声势会相对大一些，但是好像这个支持度到最后这个投票的时候可能比较困难。然后罗志强好像呢也不是非常的就是说强势。我看下来，现在主要的这个竞争反而是在郑丽文和郝龙斌之间。郑丽文呢，他是非常非常不一样。虽然说我们也知道他之前做过国民党的这个不分区立委，但是大家注意前面的那个定语，它是不分区，所以其实相当于是他从民进党离开了之后，加入国民党了以后，他是得到了国民党的你说奖赏也好，支持也好，然后或者说认可也好，然后给他做了2届不分区的，但是他其实没有接触过这个党的核心层，这个我们平心而论，他不是一个我们说传统的或者说正统意义上的国民党员。从层级来说，他甚至比祝祝姐低了很多，因为洪秀柱祝祝姐她是当过我们立法院副院长，所以从位阶上来说，她其实是更高。所以当时洪秀柱去选党主席这件事情，大家不是质疑他的这个资历够不够，更多是质疑他的路线对不对。但是从资历来说，洪秀柱其实并没有被质疑，但是郑丽文被质疑，其实就刚才王骁所说这个问题，你当的都是不分区的立法委员，而且你的在立法院的资历够不够？洪秀柱在立法院是 N 届啊，他是非常非常长期的立法委员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在这边，所以很多人会把洪秀柱跟郑丽文说，哎，这是敢讲敢言啊，然后敢批敢打。但是在这个差异上面呢，这边稍微做一点补充，就是这2个人其实有他的资历上的一个本质差异，所以很多人会去质疑了。当然，我跟郑丽文是很熟了，所以我不觉得说这个资历是一个绝对的重点啊，他的问题在其他地方。来的肖哥，你继续吧。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到了这一步，反而是进入到了我如果是一个两岸问题的精算师，那反而进入到了一个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局面。为什么？我给各位观众解释一下。郑丽文不是一个正统意义上面的国民党员，而郝龙斌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传统的老蓝男，这个是我的定义啊，我们不要拉这个历史哥下水啊。但是我相信他的笑容中也会带有一些答案在这里，好吧？所以呢，现在其实变成了我们不要去看他们在进行什么分析。OK， 各位大陆的观众，首先我们先
抛弃一个幻想，就是我们不要试图在台湾岛内，在这种人人都是精算师的环境下去找一个很符合大陆人审美的政客，这种人已经不存在了。洪秀柱是最后一个，而洪秀柱被换柱那一刻，大家已经可以要认识到这个情况，就是这种人是不存在的。当我们把这种对于大陆审美的偏执给抛开以后，我们就只看这两个。其实现在这个党主席选举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情况？我的认知就是现在其实就是一个传统和非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对决，或者说建制跟非建制，就好像大家也说，哎呦，你看特朗普那么极端，但是我跟你说，特朗普又不是传统的共和党员，所以他其实这个样子，就是现在呢，全球政治都现在呈现了这样一个情况。你不要管那个所谓的那个名头，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你一定要看他在玩什么东西。而曾丽文带的是什么呢？带来的叫做它是一个非传统、非建制派和一个建制派之间的一个对决。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对决里面看到一些，比如说国民党他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是一个两岸的精算师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啊，我认为啊都挺好。如果最后是这个建制派当选，如同我刚才所说的，那就加速，反正又是回到了马英九的那一套啊，那就加速。如果是郑丽文，那我们就可以期待啊，由于他不是一个建制派的国民党员，他一旦当选了党主席的话呢，党内会有太多掣肘，那些老男男一定会一拥而上，那就不是说这个路线斗争，那整个就是结构性斗争。所以你就看好戏多了去了。而如果是郑丽文，他里面有这种魄力，有这种政治智慧，然后到时候呢，如果真的能玩出一个新花样，反而有可能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性，反而有可能带来一些改变。而这种改变呢，不管是他朝着大陆人不喜欢的，或者说呢意想不到的，但是大陆人觉得还不错的方向，我觉得呢都会带来一些创新。因为如果说一直走建制派那一道大陆人根本就懒得看。你马英九也好，甚至是连爷爷也好，还是什么这个吴爷爷也好，还是好叔叔好伯伯也好，大家其实都懒得看。这些人上来很多大陆的这个青年网民都只是会说2个字加速，这个就是一个情况。但是我想问你你一个台派然后呢，你已经在大罢免中其实为国民党做了不少的贡献，结果呢，你居然也能被牵涉其中，你甚至都不是一个党员，你是怎么搞的呀？讲这个事情呢，我要到厦门之前呢，真的是被记者追杀那为什么呢？我们分析几个点，然后再回来回答王骁的事情现在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建制派它有一个脉络，这个脉络是什么呢？从朱立伦 1.0， 然后呢，朱立伦当过2次党主席嘛，就是当时换柱之后的朱立伦，然后再来是吴敦义，然后再来是江启臣的话比较特殊，他是个短暂的有点过渡性质的角色，当然他现在又更升高了，他去了做了立法院副院长嘛。江启臣当时其实打着是改革派，但是是带有建制派色彩的改革派，但是他又不是真正的建制派，因为他是地方派系，所以他很特殊。那因为这种复杂，我觉得大陆网友不需要了解太多，台湾网友都搞不清楚了，对吧？然后再来到朱立伦，所以这个叫建制派。那朱立伦现在很明显的被认为跟赵少康、郝龙斌是一挂的嘛，所以呢，这个叫建制派的力量。洪秀柱，然后再来呢，到了上一次选举的张亚中，他得到第2高票，再到了现在的郑丽文，郑丽文几乎把张亚中的票都吸走了嘛，所以张亚中现在每次逢开口必骂郑丽文这个多少有一点这个味道在嘛，对吧？但是这就代表一种对建制派的反动的力量，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反朱嘛。尤其朱立伦算是他任满4年的一个党主席的状况，反朱。那反朱其背后就是反建制派。那罗智强呢，他其实比较像上一次的江启臣，以立法委员之姿来参选这个党主席。当然差别是江启臣他选上了嘛，因为当时一个权力真空的状态，而罗智强目前看起来机会比较小。那关键就是呢，罗智强就他本人而言，他是带有改革派色彩，但是因为他是马英九的系统，所以又被认为是建制内的人，所以其实跟江启臣有点像。江启臣看起来是一个我们称为国民党中生代50几岁，但是他有点改革派的理想。他当时还成立了这个改革委员会，当时主要的成员其中一个人呢，就是70加70加70等于210的俞北辰将军当时我以前跟他很熟的啦当时呢，他还是这个主要成员，他也是所谓的青壮派只是因为那一次呢，最后黄复兴的反扑俞北辰给做掉了，俞北辰从此跟国民党就渐行渐远最终呢就成为烫死你的民音的一个发明者这个说实在，馆长红了这一把，还得感谢一下俞北辰是吧所以台北市如果全部都红灯的时候呢，不管是140坦克还是994坦克都动不了，知道吗好，那回过头来呢，这里面你就看到这个角色，所以为什么江启臣在上一次选举当中
中，他在竞选连任的时候，他被边缘化，因为德摩克拉西式民主，它就是一个往两端走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就呼应到王骁的说法：你要么很建制派，你要么很反建制派，也就是号称是改革派一样。江启臣两面不讨好，罗智强两面不讨好，即便他在这里面付出了这么多，所以现在票就往两边跑，建制派的找郝龙斌，反建制派找郑丽文，就是形成这样，这就是现在的整个态势。那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呢，刚才讲到的所谓老男篮的反扑，什么是老男篮？其实就跟我们上一趴讲日本是一样的，它代表的是保守体制，还有一个以男性相对来领导的一个系统，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的政治的系统的样态。所以老日男事实上可以呼应得上老男篮。所以你看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出现了这种建制派的松动，其实你看在台湾就呈现在国民党里面，建制派被剧烈的挑战，而郑丽文这次声势这么高，其实就借着上次张亚中的余威嘛，更前面就是柱姐的英灵嘛，一系列在往前冲，那个已经是什么？因为国民党已经到了必须得改变的状态，否则它距离社会太远了。它现在2/3的党员是65岁以上，非常不正常的一个政党。所以到了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这一些所谓在野人士，其实在大罢免里面去帮助国民党，最主要是出于害怕民进党完全的宰制整个台湾，尤其是赖清德这个有偏执的人。所以我们动了很大力气。你想，我合作的主要对象是民众党的创党之母蔡壁如啊，是他来力邀我，而我当时帮他。其实蔡壁如那时候声势是很差，因为他当时选完民众党党主席，大败给现在的党主席黄国昌嘛。那所以呢，其实是出于一本热衷。我们在3月17号就在赵少康的电台中广我一个主持节目，宣布了这个要来办这个反罢免的这个系列活动。当时我们对标就是曹新成的什么反共护台志工团他们用第三方角色的，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青鸟志工团那我们就叫28退散志工团，我们就办了一系列的街头助讲活动，然后呢去跟这些委员做结合。其实这里面最主要的资源事实上是蔡壁如募集的。那我为什么被卷入这个呢？因为蔡壁如当时他是28退散志工团总团长，他去力邀郑丽文来助讲，而郑丽文当时无党职无公职，所以我们的车马费是必须给的，因为人家现在就不是现任立委，因为在台湾现任立委他坐高铁都不用钱的嘛，他到很多地方他是有车子可以搭的嘛，而且你立委之间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嘛，所以呢是这样。结果呢现在竟然放黑函说郑丽文出场都有定制的价格要钱，暗指说这件事情，然后呢还暗指历史哥在大罢免里面赚的盆满钵满之类的，就为了要摧毁郑丽文，什么鬼话都扯出来了。现在甚至在坊间流传的郑丽文的身份证，然后他的请领车马费的收据都出现了我都收到了。我国民党里面朋友传给我，他们也是看不下去的。然后最好笑的那个给钱的单位叫做社团法人中国国民党，我说你们手路也太粗糙了吧，这绝对民进党拿不到的资料嘛。我们那个志工团跟国民党什么关系啊？而且我再讲一个问题，就爆这个料在导联系里面，我们当时给钱全部都是现金，而且我们从来没签什么领据，因为那钱就是蔡壁如自己拿出来的嘛，他干嘛需要领据呢？他只要钱给到就好了，而且给这个钱是应该的。你去台中去哪里坐高铁不用钱吗？时间不用钱吗？结果竟然拿这个来黑郑丽文，意思说郑丽文是个贪财，为了利益而行走的人。你看这个选举选到这么卑劣来自正面的打击民进党的打击我觉得都是小事来自后面捅你刀的人那才狠而且呢，你想急切到什么程度？半夜3点10分出新闻，我那一早睡起来的时候，我人还在这个巴黎度假，就是我的伙伴传给我，历史哥你又中枪了，我的天所以这个真的捅的一塌糊涂真的是很夸张。那这里面其实就是要摧毁你的人格嘛，他为了摧毁郑丽文，他连带想摧毁历史哥嘛，就这么简单然后呢，就放那种假的，那选得这么激烈，这种手法能够调动媒体，大家想哪里来的力量？那肯定在媒体很有力量的人嘛，肯定他绝对不是野路子出来的嘛，反建制派哪来这种力量呢？所以我就讲到这里。那这消息谁放的？盛传是北部某蓝色的立法委员老实讲我就公然的说了，我都已经查到是谁了。你讲的那个样态，因为我们每一场办的活动沟通的过程样态，还有各种场地需要的费用全部都不一样。你透露的那些价格，我的伙伴一调查，全部清清楚楚，我们已经查出来了。但是我不会说，但是我觉得很卑劣，因为他想暗示的是罗智强跟郑丽文在互动，而罗智强去捅郑丽文说你拿了钱，他的目的是让罗智强和郑丽文咬。对，那谁得利呢？
哎。鹬蚌相争。哎，是好，我就讲到这里，因为再讲下去也不方便啊。大家也知道我在中广有个节目叫《历史一起秀》嘛，我想继续秀下去，有的时候变成历史没得秀就不太好了。好，所以呢，这事情它其实背后所呈现的这些恩怨细节啊，但是它背后所呈现的拉扯力量是什么？大家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对照日本的状况，你就会很清楚了。这就回到了我们要把这个格局给拉大。这事实上就是这2-3年大陆整体实力的急剧增长到其实国民党被压制已久的非常有路的声音，它已经有点压不住了。但是这个路线绝对不是马英九路线或张亚中这一种回到过去只交流不谈下一步政治解决方案的状况。所以这也是我去大陆，包括上次我跟王骁去北京，我们跟北京的哥们李翔、杨森聊了很多嘛，里面所谈到的问题，新一代的人、新世代的人面对两岸问题的时候，他所想的绝对不是退回去过去马英九那个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陆粉丝对历史哥有一些肯定，就是说，哎，你是愿意去谈论下一个东西，只是因为我们在台湾这个政治环境里面，有些话或关键字，我们一讲，你看看隔壁家馆长，哎呀，这个马上要被调查局抓去狠狠的考一番了，不知道要怎么办。当然，你知道他们家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没有任何的铁证，就可以被关了1年啊，好啊，伟哉啊！民主啊，所以呢，这里面其实他那个激烈化是什么？为什么赖清德那么激烈要抓柯文哲？为什么国民党现在出现建制派用这么激烈的手段，不惜要摧毁在大罢免里面历史哥蔡壁如这种以非党的身份去协助他们的一些盟友朋友，然后只为了黑掉郑丽文？因为这叫做力量的拉扯。一个方面是想极力的维持系有体系继续运作下去，另外一个是已经察觉到大陆的力量崛起之后，他必须要有一些反应。为什么郑丽文那么多大陆网友喜欢他？有一个原因是郑丽文很直白的去表达现状不可维系，还有就是大陆的整个力量的崛起的时候，台湾人应该站在什么角度？他的角度是两岸合力，站在大陆的巨人肩膀上，其实大家一起去成长，所以这叫做很正面的去呼应了大陆的一个实质上的一个变化。尤其大家也看，从去年到今年，车子出口世界第一，93阅兵等等的，我们就不再说，这个我们都谈过了。那这是不是又是一次中美之间的一个拉扯？现在台湾没有其他选举，但是体现在国民党，尤其国民党其实是在这个整个台湾的政治结构里面，它相对来说对大陆更加敏感，对两岸非常敏锐的一个体系。过去国民党怎么压制的体系呢？把里面跟大陆更亲善的力量就把它排除出去嘛，包含什么？包含新党被踢出去，包含相对被国民党认为不入流的力量，这些有一些黑灰色彩的，像是统促党等等的，他就把它贬斥在外。这些统促党过去他们都是忠贞国民党员啊。我认为他这个具体的体现依然是所谓在整个中美秩序的变化之中，美国秩序的向后退缩，中国力量的增长，在建构新秩序当中，它的一个应急性的一种反应，而它具体落实在美内，因为这些建制派它的成长是建构在美国的强大，而它的力量是可以牢牢控制住第一岛链这样的一个状态上，而日本就体现在自民党的系统，台湾就体现在国民党的建制派的系统里面，民进党像是蔡英文这种非常亲美而且跟美国可以直接联系的力量的上面，这个就是整个我们在看的这个里面。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中美秩序混乱了嘛，所以呢，民间出现了像馆长，甚至像历史哥这样的一些力量出现了，而且呢，因为新一代这个带动，所以在大陆也涌现了一批愿意来做两岸交流，包括王骁，包含李翔、杨森我们的一些好朋友，而且在这交流当中，大家是非常愉快的，而且有一些新的看法、新的观点，他默默在推动整个舆论场的往前在改变。所以这些东西你不可能在台湾社会完全没有反应，但是你要具体反映到一个在民进党执政的台湾社会里面不容易，因为民进党他用很高强度的压力，民进党已经做到陆委会甚至连台湾公务员去港澳他都要查，他甚至我那天听做20几年旅游业的朋友说，每半年就去查各大旅游公司，而且是老牌的，说你们有没有偷做大陆团客生意？所以现在台湾的这些三不转路转都说我们做自由行到大陆才合团。所以你知道他的那个民进党压制是很绵密的，他甚至压制到说大陆的航司在台湾只能开小飞机，而且让你的班次不多，因为他不让大陆人来嘛。所以我们如果错过几班直航的，我上次去成都转机去1天，回来再1天，去上海转再啪就一整天就没了，他就是阻碍你嘛。但是这里面你民进党里面没反应，民进党不让台湾社会反应，但是民间社会动了，所以他就打压馆长，打压这一些在大陆发展的艺人。然后另外呢，国民党内部他的反应就是出现反建制派，但反建制派里面有路的声音
非常强大。而郑丽文作为一个从民进党过去讲台独的转过来的，当他代表建制派的时候，他在结构里面，他竟然变成一个在国民党里有路的声音，而且他很体现的、很直白的讲出现状不可再维系。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个问题是赵春山老师问的，问的可真好。赵春山老师同不同意观点一回事，但他是跟舒淇老师是并列在台湾应该是非常权威级的学者了，在这两岸问题里面。所以在这里具体体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馆长的送难，他们最近对历史哥也很有打压嘛，包括绿营侧翼对我的官司，我后来查出来那个法官是当年护航陈菊的，还是受自由时报专访的，他说要命啊，没办法啊，判我30万，还要登自由头版，大概也要了30万，加律师费，如果我真的认了，大概要了80万台币的，但如果再继续打官司下去，到底会怎么样？所以这都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所以我告诉大家，第一线打仗真不容易啊，痛苦啊，但是这里面的冲击它是有结构性的，所以它既体现在个人的一些转变上，它也有一个宏观性的结构性，然后它又可以从第一岛链从日本然后贯穿下来，包括看到韩国现在李在明在打压反华的抗议人士，然后呢打压抗议北韩的人士，压制这些反朝反华的人士，还有包括什么在往南第一岛链的菲律宾，前阵子我们也谈过，现在马可仕这是朝夕不保啊，然后杜特地家族声望一直在上升啊，所以这全部串联起来，其实回到做一个命题来，我把球要丢回给王骁了。其实这也具体体现在中美领导人峰会，本来10月底在韩国庆州 APEC 要见面嘛，突然之间中方取消了韩国的饭店的订房，川普突然发了一个出 social 啊，真实社交不来了，哎呀，所以中美领导人峰会就这样取消了。但这个具体其实就呈现在我们这第一岛链的一大堆动荡上面啊。现在呢，全世界按照我之前的一个理论呢，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在即将到来的一个多极化的时代。你如果想要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那么你首先呢，你需要有一个全球治理方案，然后呢，有全球治理方案之后呢，你需要有一定的行动力。第三呢，你是需要有一定的实力来推行你的全球治理方案。那么美国现在正在呈现的是什么呢？美国正在呈现的是 OK，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他这一集里面的方案叫做所谓的新门罗主义或者特朗普主义，就是他要取消掉之前的这个全球化，然后呢退回到他自己的这一亩3分地里面来。然后中国提出来的呢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有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面挂的那幅匾，叫做世界人民大团结。这其实是一直以来的中国的一个全球治理的方案。然后呢，再比如说我们以前聊俄罗斯的时候，我们说过，我对俄罗斯的观点就是他对欧洲这一片，他对西方这一片打的叫做这个白人保守派的避难所，然后呢，对于世界他叫做第4世界的领袖的这样一个。所以说目前来说，在即将到来的多极化时代里面，中美俄已经拿出了自己的多极化时代的一个制式方案，然后呢，他们是有实力有能力去推动他们所谓的制式方案的。其他的不管你大还是小，当你没有办法拿出来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那你肯定是一个次级，只不过你是大次还是小次啊？比如说欧盟它可能体量比较大，但是呢，欧盟它其实现在拿不出来方案，所以说欧盟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崴脚的快速衰落的一个巨人。另外一个就是呢，我们看到像日本或者说当年美国人所打造的这个第一岛链，由于美国现在是这2个对吧颅内冲突，所以你就会发现美国的传统盟友也在颅内冲突，不管是这个日本也好，还台湾地区也好，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这2个党最大的特点或者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崇美崇日，贵美贵日，舔美舔日。所以我们之前那个大陆人也开玩笑嘛，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日本是美国的儿子，然后呢台湾又总是想要做这个日本的儿子，那这台湾算什么呢？是不是有点太孙子了？这个开玩笑。像美国，他也在他的转型期中，那美国呢有一派他还是想要继续赚全球化的钱，或者说美利坚帝国主义的钱，这是一派人。然后另外一派是特朗普这一派，或者说整个 MAGA 运动啊，然后等等等等，这一派人呢是想要赚这个一个新的这个利益集团的钱。所以说这2派现在在颅内冲突嘛，对吧？这也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它所表现的。你像在9月份的时候，像这个查理科克的去世被刺杀，其实就是一个小爆发。放到这个美国的盟友这里面，大家也呈现了这样的一个颅内冲突。这个颅内冲突就是有一部
部分人认为美国肯定会把我们卖掉，所以我们要转。另外一部分人认为特朗普只是暂时的，将来如果说特朗普下台了啊，民主党回来了，他还是会来帮助我们这些盟友的。这个是这些次一级政权里面的他们的颅内冲突。但是呢，为什么现在越来越激烈了？以前大家的幻想是建立在美国的绝对实力之上。如果说我们把现在的时间拉回到2016年或者2018年，那个时候美国对中国大陆形成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当时你不要说在国际范围内，在当时大陆的互联网或者是整个舆论上面来说，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舆论非常非常的严重，都认为朝不保夕，赶紧投降了，我们已经不行了，感觉美国明天就胜利了。但是今天不一样，尤其是最近不一样。最近一个大豆，一个稀土，叫做美利坚形成自己的帝国之后，第一次有一个 power 不但没有按照帝国的旨意去办事，反而胆敢对帝国反击，而且打到了痛点，然后帝国找不到再反击的方式。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中美之间的这么一轮，而这一轮又传导下去了。由于中国 OK 我不买大豆，以前我是慢慢降低买，而这一次干脆零。然后呢，大陆这边的互联网呢就说，我们给美国人出个主意，叫做秋豆麻袋。既然你美国现在要收成这个大豆，那你以后不要种大豆了呀，你怎么办啊？你不是喜欢抽大麻吗？你们把这个豆田全部都改成麻田，然后呢，这样子你们美国人可以自产自销，叫秋豆麻袋，或者改豆为麻。这样子的话，就不用每天找中国纠结分派你的事情了。哇，这是一举两得啊，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说，如果说你特朗普任内完成这件事情好多自由派也会给你投票哦。修宪，美利坚皇帝。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稀土嘛。以前中国只是说 OK， 那我可能限制我的稀土出口，然后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有一些人可能会中转一下，就好像之前中国大陆的制造业要出口，比如说跑到越南去做一下阳澄湖大闸蟹、洗澡蟹，然后呢再出口到美国。结果呢，美国说我不单单要限制你 Made in China 的出口，然后呢你这些中转的我也要查。那好，你查，那我也搞。你想用我的稀土是不是？我不单单是限制我稀土出口，任何国家、任何企业，你如果想要用中国的稀土，那么我们也要去查。你用中国的稀土，你就不要来搞中国。你最后这个完成的工业品里面，如果使用到中国的稀土，多少多少的量 ，OK， 那我们也要去查。当然这个中国大陆还是比较隐逸的医疗相关的我目前还是放水的。欧美搞不定。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2018、19年开始，欧美开始遏制中国的芯片，到今天，芯片问题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极大的缓解了。可是当时我们就已经祭出了稀土这张牌，可到今天为止，欧美还是搞不定稀土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说，现在这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美之间必然会形成多极化的这样一个情况，是一个必然的问题，是一个时间问题，它不是一个会还是不会的问题，它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会，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大家看到这一切之后，他就必须要进一步去思考，那我要如何面对北京，我要如何面对中国大陆这些次级政权。之前他们会在想，民主党肯定会回来的，民主党回来了，然后我们这些盟友的日子就好过了。但是现在看起来，民主党回来了，你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你能解决这些问题吗？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说，这已经不是美国要怎么样修改自己的战略道路的问题了，而是美国你在国力上，你的帝国的实力上面，你搞不定这个问题了。不管是特朗普、共和党建制派、民主党，或者是民主党明天又冒出来一个在民主党里面比较花哨的人，不管是什么样，你搞不定这个东西，这个叫做历史的车轮。所以说，当中美形成这样一个格局之后，你特朗普不是成天就那几招，我要加关税，我不建了，然后呢，别人一说什么，他说，哎呀，我们还是应该好好谈，他口了一下。那在整个第一岛链也好，在欧洲也好，甚至很多以前所谓的这个美国的传统盟国也好，他们现在就必须要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该怎么办。而这个思考和转型对他们来说是会非常非常痛苦的，因为之前整一个政权、整个利益集团都是靠这种东西来建立的。而利益集团可以建立的时候呢，是以前有钱分的时候，以前光景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可以就是搞点钱，中国怎么样，或者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地区、我们这个政权、我们这个经济体未来怎么样无所谓，反正5年10年不会有问题。但是今天
你如果再让政客和精算师来做这些东西，搞不定。他必须要推出来更有远见和更有魄力的政治家，而这个时候德摩克拉西能不能让这种人冒出来，这个是问题。然后同样的，刚才你提到了像馆长那个问题，馆长其实在这一次大陆我们这边那个国庆节的时候，一开始他聊了很多，结果后来因为武统这个话题，跟大陆的网友开始斗嘴斗起来了。一方面呢，馆长你可以看出来，他从第一次来上海，然后后来他做的很多直播，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高强度刷各种大陆平台的一个人，因为他的理论水平增长太快了。但是同时呢，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你说理论局限性或者怎么着也好，这个时候啊，我会跟你谈那个台湾和大陆两方面谈这个问题。一方面呢，是我从这个台湾这块来讲，就是馆长在这一次，我相信当他看完了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和民进党现在准备怎么样搞他，不管他最后变成什么样，我当然还是希望他是一个平安的，我们不会希望任何人出任何的情况或者安全的状况，我希望他是平安的。但是如果说情况不太好，我相信啊，当他这个经受完这一切，看了这一切之后，我想他也可能会在部分程度上理解为什么大陆人最终从民意上面会支持武统，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来说大陆这边，大陆这边我还是要回到我在最开始跟你做节目的时候聊的几个观点，就是大陆太大了，所以大陆的舆论非常非常复杂，代际也复杂，人群也复杂，地域也复杂。有一部分人其实他还是依旧喜欢国民党老蓝南那套叙事的，我们不能说这种人没有。每次张亚中或者是很多老的国民党跑到大陆来，一说什么抗战叙事，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聊那个的。这一部分人里面呢，也分成两种，其中一种呢是真的认同中华民族，另外一种其实不是，另外一种呢是反大陆体制。所以说任何可以把这个功劳归到国民党头上的历史事件，他都要无限的去放大。所以说他们是因此喜欢国民党，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喜欢国民党，只是因为他们是属于大陆的意见人士。另外一种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青年人，青年人里面呢也分一种是压根不关心台湾。其实今天如果说你在厦门的找到什么朋友问一问，有些人可能压根就不知道现在国民党正在选党主席，压根不关心，人也不知道之前搞什么大罢免，这个可能是更多数的人。之前我跟你总结过，我们叫日子人，我们是不会去批判什么日子人的，因为大家只是过日子。有一部分其实依旧是支持叫做对话来实现所谓的统一，或者说什么台湾特别行政区，这种人不是没有的，也是有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所谓的武统，然后武统里面这又分两种，比如说呢，之前你遇到杨生，然后还有我会是这里面的叫做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我叫温和武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应该把武统作为最后的一张底牌，那这张底牌是不可能被盖上，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我说这是现实主义，有这张牌你不可能说你不要打这张牌，这是扯淡。就好像对吧，小的时候你说爸妈明明有戒尺在那里，你说爸妈必须要跟你好说好商量，这个也不存在这种事情。那所以呢，馆长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作为温和武统派，所谓说温和武统派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要去用美国叙事。美国叙事是什么？美国叙事是想让台湾人把所谓的这个大陆的武统想象成像俄乌冲突那个样子，就是哇杀，使劲杀，血流成河。不是的，大陆的所谓的武统是什么？就或者说我们所想象的武统是什么？我们这一派人想象的武统是什么呢？就是说最终那几个战犯头子搞掉了，然后呢结束了，压根儿都不会去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这种是一种情况。但是我必须还要告诉你，或者说也是通过你，可能是去跟台湾的一些统派去来传输这个信息，就是还有一部分武统，它是极统，它就反对交流，它也反对两岸交流，最好就是加速，任何事情如果能加速，它就只是支持加速。所以你什么历史哥也好，馆长也好，搞什么两岸交流，一旦搞交流，对他来说，他那个神经就绷起了，就说又来骗钱，先把这个人搞臭，先把这个人抹黑，我们也要抹黑他，我们也要搞臭他，搞臭完了，把这个两岸的交流给我打住，给我打断，然后呢，还是往武统那边推。有没有这样的人？也有。所以说，我就跟你说，大陆的舆论情况也非常复杂。然后呢，甚至这里面我刚才说的这里面这么多人之外，还有1450，还有青鸟伪装成这个用简体字的，太多了。我抓到好几个，还有来私讯我的嘞。所以就是今天你可以看到，不单单是主要政权、次级政权，现在大家都在进行一场思想的大博弈。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很多人想要把这个形成为历史的垃圾时间。
间，不是的，朋友们，现在我们进入到历史的精彩时间，混乱是阶梯嘛，现在是到处都是乱，然后呢，各种思想、各种派系、各种派别、各种力量都在不断的在这里进行竞争，在进行交锋，而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去保持清醒，不要脑袋一热，这个是我想跟你说的。最后我做个总结，其实这件事情，我认为馆长其实他踩到的是两岸交流的深水区啊，你不可能永远都像上海那样子吃吃喝喝玩玩乐的，因为我去年先去南京，后来12月就跟王骁见面了嘛。我当时就让网友奔现，现实就是武统在台湾人的理解里面是不能被谈的，那这是非常荒谬跟天真的想法。但我讲这个，很多人谴责历史哥，但问题就是武统在大陆的几乎任何派别里面，它叫做底牌，只差别在于说我什么时候打这张底牌，而我这张底牌有多大，评估的差异、力量的差异、成效的差异。但是这里面的关键是，不管任何评估或成效差异，随着中美实力的此消彼长，尤其在第一岛链的变化，那这个底牌它的能量在增加。所以呢，对于大陆的朋友来讲，台湾人如果去跟你争辩，你为什么要武统？你凭什么武统的时候，这是一个无力争辩。馆长就是陷入这个坑，这个坑其实是因为馆长对于大陆的整个舆论的了解还不够透彻，因为他才接触大陆没多久嘛，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完全不责怪馆长，我也不责怪跟馆长吵架的武统派的朋友。其实所谓的武统，事实上它的本质是统，而武是一种手段，是一种兜底的手段。所以对于台湾来讲，为什么郑丽文当时所讲的就呼应到前面，他说对台湾来讲，时间是有急迫性的，这也是我一直在讲的。3天、3个月、3年、5年，不知道，很难说，因为决定这一切的不是我们嘛，这是更上层的力量。但是有个关键是，大家要充分理解到这种是兜底的手段，但是不代表他一定要做，或者他该怎么做，这才是台湾人对大陆的认知里面最关键的缺乏的一步。对于大陆的实际发展状况不够真实的了解。像我这一阵都来大陆走，我就可以非常理解，虽然很多人在 complain 抱怨说社会现在确实在疫后有很多的一些生活啊、经济啊各方面的一些压力存在，但是不可讳言的是国家整体的实力在往上走，而这个走的当中呢，93阅兵是我跟王骁就在北京做的讲评嘛，所以这才是大家去理解的。如果你这时候你再不谈，那人家的手段就剩唯一啊，那唯一是什么？刚刚王骁已经告诉大家了，所以这里面大家理解到吗？就是说，如果你真不想发生这件事，那你得有做一些动作嘛。所以两岸的问题底牌在北京，但是 key 那个关键之要在台北。但是台北有多少政治人物能做出这些改变呢？那有趣的是，它体现在这一次国民党主席的选举里面，它也体现在日本现在高市早苗的困境里面，他可能当不上总裁，它也体现在现在的韩国李在明非常灵活而且很厉害的一些手腕里面，它也体现在菲律宾现在的时政乱局里面，它都有体现，甚至体现在哪里？体现在美国的政治摇摆里面，川普的不断的变化，123、321倒来倒去，也体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舆情的讨论里面。您刚才讲到的左右脑博弈，其实它的博弈其实更复杂。我们讲左右脑只是把它简化而已，其实它是很多力量拉扯，但是它终归它可以化解成一个。所以这件事情上，其实依然是整个世界的秩序跟体系它的一个变化跟动荡。所以确实是个烽火连天的时代。从那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因为我跟王骁都是大学都是读历史的，从逻辑上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精彩高光的时刻。只是说对台湾来讲，被迫参演的压力比较大，大陆毕竟比较大嘛，那个参演的那个力度分散到14亿老百姓比较小。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抽离来看，确实是一个非常精彩赛，所以大家切莫觉得这个跟自己没有关系。这也是我们每次导的经典式的结尾，就是当我们把所有的力量收归聚拢的时候，它其实还是回归到一个关键嘛，就是中华民族的力量正在上升，主导原本世界的昂萨的力量，它正在调整，一定程度在退缩，而新的秩序还没有真正的建立。尽管有方案，但是它终究要博弈出一个结论，但这个结论它要多久，我们不能很确定。读历史只能告诉你发展趋势，而这里面有多少人受到影响冲击，它具体产生在哪里，这就是我们要解构的。而这里面对个人来讲，落实来讲，如何的趋吉避凶，甚至有些人把它拿来当国际政治经济甚至投资的一些参考，甚至有人发大财，但是有人可能损大财，谁知道？但是这是导要带给大家，对，所以这叫突破你的一个
个知识的理解跟逻辑哦。希望呢这样的一个格局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新的一些想象了哈。那今天是超级无敌超时啊，现在截录时间已经超过1点了啊，各位。所以如果真的很喜欢岛岛连线的话请大家记得啊，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啊，不管是在 B 站或 YouTube。那这一期会比较特别，是我会跟王小只出一个版本，因为我们最近比较忙碌啦。那这个 B 站跟 YouTube 的话，我们应该会差不多同一个时间上。那 YouTube 先上我的，然后后面在王骁的频道会跟上啊。那我也跟肖哥已经讨论好这件事了。那当然希望将来呢，我们越做规模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有更加完整的版本哈。其实我们有时候讨论的时候，有些东西必须在公播版上做一些调整嘛。但是其实我们讨论的事前的很多很丰富的内容啊。那大家继续支持我们，我们就会越做越好。当然也招商引资一下啦，欢迎各位对岛岛连线的有兴趣的呢，也可以多多的这个给我们一点底气，好让我们做得更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啊，希望大家的知识有所增长哈。那我们就继续超越极限，变得更强。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